电影《满江红》票房收入40亿元，而无名票房仅8亿元。王一博输给了易烊千玺，今年春节档最佳影片的争夺相当激烈。不仅很多好片一口气出，这个时期也聚集了很多既有实力又有热血的电影人，比如吴京、刘德华、梁朝伟、陈腾、张小斐等。一些已经上映的电影包括春节档上映的影片票房总和已经超过了上年，其中排名第一的《满江红》票房突破40亿，同样备受关注的《无名》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票房超8亿，位居榜首，同期第4。同期，《无名》票房排名第4。不可能将戏剧中个别演员的成就与作品本身的成就分开。易烊千玺和王一博，而不是吴京和陈腾，是今年网络评选中最期待作品的2位导演，两者都是各自领域的高流量细分。即便他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在春节档出现在电影中时，就会将他们拿来进行比较。先来说说青春洋溢的易烊千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他主演的电影《满江红》的成功堪称大丰收，不仅票房比《小破秋》赚得多，观众的口碑也更好。在电影中，易烊千玺饰演的孙军这个角色在很多方面都很鲜明、果断、冷酷、莽撞，表情总是冷漠，给人的印象是不要太过分，靠近陌生人。这一次，他不仅放下了造型的重担，将自己塑造成更符合个性的生男形象，还在节目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给观众带来了惊喜。他的表现，很多人都为易烊千玺的演技比之前有进步点赞，认为他不仅没有拖后腿，还成为全剧最大的亮点。尤其是眼神戏，有种与演员年龄不符的成熟感。就算他长得绝对不如张译等大龄演员，但在同龄演员中也算是脱颖而出，国内娱乐圈的年轻演员都应该向他学习。易烊千玺虽然年纪还小，但他需要在电影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目前他出演的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50亿元，也是史上唯一位列个人票房前10的2000年后演员。中国电影，事实上，易烊千玺自从踏入电影圈以来，就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长津湖》等影片都有所体现。这部电影在票房和口碑营销方面都表现出色。有人认为他是男版张子枫，其他人不同意。电影是最适合他的媒介，尽管事实上他没有一张可以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脸。易烊千玺在《满江红》中的表现，无疑是褒贬不一。几人面无表情，表示看不懂他演的这个角色，好像易烊千玺演的角色都一样，有着时尚的外表，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演技。如果你无法表达任何感受，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表现得好像你不在乎，这没有留下具体细节的余地。除了年龄稍大但阅历较少的王一博之外，《无名》这部电影大有高开低走之势，晋升竞争激烈，不实际晋升可能更有吸引力。从表面上看，王一博在片中饰演的叶书记这个角色似乎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不过尽管老板随意指派给他做一些他觉得不愉快的工作，但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大人物。他凭借自己惊人的智慧不断寻找新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同时通过耐心让自己释放情绪，从而多次避免被明剑和暗箭击中。电影《无名》标志着王一博首次登上大银幕。事实上，他更专注于创作音乐的过程。他导演或制作的影视作品数量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虽然这次王一博的表现还是有明显的欠缺，但也有网友认为，对于他这样的荧屏新人来说已经不错了，不输梁朝伟的戏，人物渐变的情绪完全被他发挥了。这尽管王一博这次的表现还是有明显的欠缺。向上说台词的时候，叶老师现在的内心充满了坚定和平静，比起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叶先生的2个角色前后性格迥异，变得一帆风顺。自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王一博的演技不是很出色，适合他演技的角色只有配角。如果他担当主角，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当他表演时，我总觉得他在隐瞒什么。不奇怪，但是想想真的很奇怪。他的面部特征毫无表情，包括他毫无生气的眼睛。他一动不动，
直到最后都保持着颤抖的样子。王一博以歌舞明星自居的事实是围绕他的大部分争议的根源，肯定是因为一开始就在电影中发现了他的人气，所以这也导致了很多网友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而只关注演员本人。那些喜欢看演员的人，自然而然，如果你喜欢这部作品，那么如果你不喜欢其中的表演者，你就不会喜欢他，是合理的。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度宣传自己的作品，在路演中，他在信息积累和表达上的短板暴露无遗，这引起了很多人的蔑视，一些媒体称他为极度文盲。曾几何时，一支冠以无名知名的制作团队有可能让一部电影名声大噪，然而情况已不再如此。王一博这个对大银幕演戏比较陌生的演员，整体表现并不差。仅仅根据电影的票房收入来衡量成功或失败，对演员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电影的剧本、导演和其他创意元素对其票房财务表现和电影观众的声誉有着重大影响。整部影片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一个演员的表现。